大家好，我是妙丽，欢迎来到我频道。今天这一期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优雅又不失效率的时间管理术。在上一集的节目中呢，我介绍如何要创造一个美感跟效率满点的 Google Calendar。这周呢，我要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也就是如何管理时间。还没有观看上一周影片的朋友，欢迎点击上方的资讯卡观看。坦白说，要讲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思考了很久，因为我发现我在最近这几年来，我的时间管理的方式有非常大的变革。在我身边的朋友眼中，我可能就是那个十项全能、多才多艺、样样精通的同学。在大学期间呢，我主修会计，然后在这大学4年期间，我有来自政府单位、中小企业，还有非营利组织，加上一间高级餐厅的实习以及打工经验。除此之外呢，我还是钢琴社的社员。到我大3之后，我斜杠之路又更上一层楼，因为从大3开始，我就自己创业我的个人品牌。想知道我品牌故事的，可以点上面的资讯卡。对，因为那时候我自己接案，什么都要我自己来。例如说，我自己架设网站，然后要客户开发，要行销，要经营社群，然后主要提供服务的人也是我。那时候就练了我有一身18般武艺，就是我什么都要会一点。那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多事？你一定会这么想，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截然不同的观念，这也是在我这么多年来实践时间管理的很重要的一个体悟。其实，在以前我是会把我的 schedule 全部塞满的那一种人，就是其实很难找到有任何一个空闲时间是休息的。我会白天工作，下午工作，晚上工作，凌晨也在工作，所以我那时候严重的睡眠不足，然后到了出了社会之后，就有很严重的相关的病症，像是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我连至今都有偏头痛，就是到某一个压力点的时候，它就会突然爆发。然后还有失眠，对失眠的问题，我至今都还在想办法解决。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实验一个截然不同的工作安排方式，然后这个方式其实真的很有效的去帮助我减轻我的压力，所以我希望也可以把这个观念带给大家。在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时间管理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时间管理是减法，不是加法。这一句话是在2018年台湾的一名知名作家兼创作者艾尔文来到政大演讲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那时候我听到这一句话其实是蛮震惊的，因为我一直以来的观念都是要在所有的时间然后做最多的事情，但是他当时教我们的方法是正好相反，就是要去减去生活中不必要的事情。然后这一句话它也促进了我去进一步的思考，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们都是有效的努力吗？我做了这么多事，会不会我只是在白忙一场，而不是努力在该努力的地方呢？最近这几年吧，我少说读了100多本书，成功学的书有，脑科学的书有，时间管理的书也有，然后工作效率的书也有。其实很多书都会强调一个观念，是要休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有很多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或者是最伟大的成就，他们都是从时间的留白而来的。在我想要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音乐剧，叫《汉密尔顿》，它的剧作叫做 Lin-Manuel Miranda。那这个 Miranda 呢，在创作汉密尔顿之前，已经连续工作了7年了。然后他是因为前一部作品《In the Heights》得到了4项东尼奖之后，才有些许的时间可以到墨西哥休息。他带着一本《汉密尔顿传》，带着他一起到墨西哥的海滩，边休息边看。
然后他才有灵感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Miranda 他在接受赫芬顿邮报采访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的大脑有片刻休息时，汉密尔顿走向了我，这个我至今最棒的构想，也或许是我这辈子最伟大的创作。他在我度假的时候走向了我，这不是意外。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是巴菲特。巴菲特他其实在每年都有大约2周的时间待在森林里的小屋里，他在那里没有 WiFi， 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也没有其他电子设备。他在那里做什么？他在那里享受一整天的阅读。这是他每一年都会做的事。在这段时间，他没办法处理任何工作上的事情，只有阅读。这看似起来，他没办法为他的公司带来任何产值或者是任何生产力，但是这样的休息却可以带给他让公司再创奇迹的新点子。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努力想要实践留白时间法的原因。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留白都非常重要，但是以往的我往往办不到。那今天我来分享几点我怎么来实践我这一个留白时间法。我要来跟大家示范一下我怎么安排我的每周的时间。首先，我在安排时间的时候，如果有看我上一周的影片，应该会知道我会先优先安排我第2象限事项。那这个第2象限事项其实是来自这一本书《与成功有约》，这一本世界有名的成功学经典，然后它是史蒂芬·科维写的。他把我们所有的事物分成4个项目，第一个是既急迫又重要，例如说危机啊，或者是急迫的事情，或者是有期限压力的计划。然后第2个是不急迫却重要，例如说运动、阅读、休闲、发展人际关系，或者是改善产能等等的。然后再来第3项是虽急迫却不重要。对，就像是有一些突然来的电话，或者是一些不速之客，某一些会议或者是一些信件，他们看起来好像很急，要你快点完成，但其实他们并不会真的有造成什么重大影响。然后再第4个是不急迫也不重要，例如说浪费时间的事，像是打电动或者是打麻将。好，然后这一本书其实是有提到说，真正高效能的人士会去重视第2象限事项的安排。为什么？因为它很重要，它对你长期是有帮助的。可是它不急迫，所以你会忽略它。所以啊，其实我在每一周安排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一些重要但是不急迫的事情，第1个优先排进去。像我现在，我都会优先安排我的第2象限事项，从我的早晨仪式、梳洗、喝水、护肤、化妆、冥想，然后还有 journal。睡前仪式的话，我会洗澡、护肤，然后再做一次 journal， 整理一下今天的想法，然后写明天的 to do list， 然后还有我会点香氛蜡烛，然后播一些轻音乐，让自己进入容易入睡的状况。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每一天的运动，我现在几乎每一天运动。我最近看到我朋友他们说，哇，你瘦了，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第1个步骤是要安排第2象限的事项，然后第2个步骤是去安排我的日常的工作。例如说我现在是 YouTuber， 那我工作就是拍摄、剪辑，然后还有做 SEO 等等的。那我就会把这些工作去塞进在除了我这些第2象限事项以外的时间，但是不要把它塞得超级满。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生活 always 有意外，可能是一些工作它花的时间比你预期的都还要长，然后我会去抓每一个工作的最短时间，每一个工作都压最紧的时间完成。这么做有一个好处是，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安排的时间长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会拖延，给自己一个最短的时间，其实会发现我们人类有无限的潜能，我们是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么多事情的。第3个是在我们的 calendar 上面留一些空白，这些空白是什么？
这些空白就是你的缓冲时间。第一个是可以拿来解决突发事件，例如说你前面工作来不及做完，或者是突然有人来找你，突然有一个临时的委托，那你就可以用这些留白的时间来处理，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利用这些空白的时间来做一些你平常没有时间做的杂事，例如说断舍离家的东西、清理 email 啊等等的。除了在我每天的行程多一些留白之外，我工作的时候会使用番茄钟工作法。我相信市面上已经有非常多的书在介绍番茄钟的好处，它真的可以很有效去帮助我们的大脑减压。那以脑科学的角度来说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工作时间，然后进而提升我们的效率。那我现在就有用一个 app， 名字叫 Focus To Do， 他们没有赞助我，但是我是真心觉得这个 app 很好用。我们可以新增不同的标签、不同的资料夹，例如说A 专案、B 专案、C 专案，我们就可以把工作事项去分到这些不同的资料夹下面。它的番茄钟是每25分钟休息5分钟。也可以视个人的情况所示去调整它的时间。像我知道我要进入心流工作状态不会这么快，对，所以我有时候会去把这个专注的时间设长一点，例如说30分钟、40分钟等等，让我进入这个状态。我选择一个任务之后呢，我就可以开始让它倒数。那这个 app 它上面有严格模式，也就是你没办法去跳出到其他的 app， 然后再来还有计时模式，就是它是用正数的方式去记你专注了多少时间，然后全屏就是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数字，它就秀在你的荧幕上面，然后来倒数。再来是白噪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功能，因为其实我们人很容易被噪音干扰，然后如果有白噪音的辅助的话，会帮助我们更沉浸在工作氛围里面。其实我觉得它原本的白噪音就已经很棒了，就像是滴答声，然后还有蟋蟀声，然后还有小溪。对，但后来我又买了付费版，付费版会多了几种声音，像是我现在就很喜欢这个够多声音，好疗愈。我现在就很喜欢这个声音，我觉得听了木头燃烧很疗愈。那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去设定它的 priority， 就是它的优先度。它有分成高优先、中优先，还有低优先，还有无优先。对，然后还有重复，就是我的确有一些重复的工作，像是例如说我要管理我的财务，我大概1个礼拜会去对一下我每个礼拜的账，然后看说我这礼拜的花费有没有问题，这我就会给它设重复。That's it for this app。好，然后下一个时间管理的技巧是在每一天睡前，我会去写下一个我明天的 to do list， 然后 prioritize 3件事情。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希望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一直来都是，但其实我在我的前几支影片也有说过，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就只有24小时而已，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做完所有的事。那所以我想要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effectiv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fficiency， 有效它比效率还要更重要。什么是有效呢？也就是你做对的事情，你做的是有效的努力。那什么是 efficient 呢？ efficient 是效率这一件事情，其实在说你用最短的时间做出最多的事情。我以前也是一个极度的效率控，我会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越多越好，所以我会非常的多功能，甚至同一时间做5-6件事情都有可能。这也是后来我一直在思考的，我做了这么多努力，他们真的都是有效的努力吗？其实未必耶。
就是我做了那么多事情，未必真的有为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正面的效益，所以有效其实比效率还要重要多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在睡前就会写下3件 to do list， 去 prioritize 说我明天要做什么事。那至于其他的事情有没有完成，其实也不用太介意。对，然后下一点是最近有非常多的台湾知识型 YouTuber 都在介绍的 Time Boxing， 也就是 Elon Musk。他也在用的时间管理方式，我必须说，我在看到这一些影片之前，我就觉得，其实我的时间管理方式跟 Elon Musk 还蛮像的。我们都是用时间块的概念去安排时间，只是 Elon Musk 他算是蛮极端，就是他是以5分钟为一个区块，那我的话可能是30分钟一个区块。我觉得以我这样的凡人来说，30分钟已经算很高了。Time boxing 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把我们的每一项事项都分成一个一个时间块。Elon Musk 的方式是做完一件事情就可以马上接下一件事情，就像是我刚才说，我会 prioritize 3件事情，但有时候我效率好一点，3件事情我很快就完成了。那这样我就不用浪费时间，不用一定照着我的死的 schedule 走，我就可以接着做下一件事情。在这里，我想要分享一个我个人很喜欢的 quote， 那就是你这辈子只会活这么一次，每个今天也就只有一个。把握时间做真正重要的事。其实我过这么多年研究时间管理这一个议题，我认为真正的高效是要去无存精的。米开朗基罗他当初是怎么刻出大卫像的？首先，他找了一块大石头，刻去不是大卫的部分，然后这就是大卫了。那你是谁？你是原本的你，然后拿掉不是你的部分。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把不应该存在于理想的你的那些部分给拿掉。其实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优雅然后又成功的女人。那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达到这个目的？什么样的事情又不会？所以其实我们生活中都在做选择，去选择自己要成为的，选择自己是的，然后再拿掉那些不属于你的。而现在我拿掉了很多在我生活中我认为不是一个优雅女人该做的工作，所以现在我又离我理想又更接近了一点。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谢谢你收看我的影片。如果你觉得我这一集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按赞、留言、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内容。我是妙丽，我们下次见，拜拜。It's RSM.